我们现在活在一个 AI 时代，对吧？每天都在用各种数位工具，但是啊，你有没有停下来想过，你用的这些东西到底谁在掌控？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一个很关键的概念，怎么样建立你自己的个人 AI 主权？对，画面上这个问题问得很直接，但也超级重要。你想想看，当我们在用那些主流的 AI 平台时，我们的资料、我们的偏好、我们下的指令，说到底是为谁服务啊？是为我们自己吗？还是为那些提供服务的科技巨头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起点。好，那解决方案是什么？答案可能就在这个所谓的代理式 AI 里面。你想象一下哦，AI 不再只是个被动在那边等你问问题的聊天机器人了，不是哦，它变成一个能主动帮你处理事情的代理人。它可以帮你整理文件、预约会议，甚至帮你写程式。这完全是一个质变呐，从一个工具变成你的一个主动的助手。所以啊，拥有一个完全属于你自己的 AI 代理人，到底有什么好处，能带来什么价值？好，我们就进入第一部分来看看。首先呢，数据落地，这点超级重要。意思就是说，你最敏感的资料，像是你的 email 啊、私人笔记啊，全部都在你自己的电脑上处理，完全不用上传到云端。再来是操作自主，这讲的就是自由，你可以命令你的 AI 代理人去执行那种跨软体的复杂任务，让你完全掌控自己的数位资产。最后是个性化与记忆。这超酷的，它会学习你的工作模式、你的习惯，变成一个真正懂你的第二大脑。而且最棒的是，这份记忆完完全全只属于你一个人。听起来是不是超吸引人的，对吧？但我们还是要实际一点，要建立起这样一个数位领地，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？让我们进入第二部分，来算一算这个主权的真实成本。好，首先硬体。你需要一台可以24小时待命的机器哦。我们举个例子，像是一台高阶的 Mac Mini， 这样一次性的投资可能就要花掉你6万块台币耶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建立你数位领地的基础建设。不过，真正惊人的在这里，你的 AI 代理人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吧？那通常就得靠像 GPT-4o 这种云端模型。问题来了，因为代理人在运作的时候会进行大量的内部对话、自我修正。根据一些重度使用者的回报，每个月每个月的 API 费用最高可以飙到将近24000块台币。没错，是每个月。而且啊，成本不只是钱而已，你看这张图就很清楚了。除了那些你看得到的账单之外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负担。比方说，你得自己去扛那个提示注入攻击的资安风险，你得花时间自己去维护、去除错，你还得一直去追那些开源专案的更新进度，这些全都是你看不见的时间成本。好，既然我们知道了成本跟风险，那这片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数位领地，该怎么保护它呢？这就是我们第三部分的重点了，要怎么巩固它？这边有3个非常具体的策略。第一，用 Docker 这种容器技术把它沙盒化，这就像是帮你的 AI 干一条护城河，把它关起来，限制它的活动范围。第二，采用混合架构。怎么说呢？就是敏感的资料，我们用本地的小模型来处理；那需要高度智慧的复杂任务，我们再把它交给云端的大模型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保留人类的决策权。AI 可以帮你拟好 email， 可以帮你准备好一切，但最后那个传送的按钮必须是你亲手按下去。所以，这就是终极原则。不管技术再怎么强大，真正的主权，意思就是最后的决定权永远都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上，你才是主人， AI 只是代理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拉高一点。刚刚我们都在谈怎么做，现在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让我们进入第4部分，来探讨一下这个主权背后更深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这句话真的非常发人深省。
它挑战了一个我们很常听到的想法，就是我是不是只要不用 AI，我就安全了，我就有主权了吗？但现实可能正好完全相反。你看哦，在这个时代，主权其实有两种，一种是消极主权，就是说我保护好我的资料不被别人看，这是一种。但还有另一种叫做积极主权，也就是你拥有使用 AI 去跟别人竞争，去创造价值的能力。如果我们只追求前面那种，而放弃后面这种，那就有点像你拥有一栋自己的房子，但里面却没有电。虽然房子是你的，但你却失去了现代生活的功能。所以，主权真正的精髓，真的不是把自己关起来，完全不靠别人。它的核心在于，你有能力去选择。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什么时候要用云端 AI 来让自己变得更强，什么时候又该切换回本地 AI 来保护你的隐私。这个选择的权利才是最重要的。最后，我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。在这波 AI 的大浪潮地下，我们的选择其实很清楚。你是要待在舒适圈，把数位世界的控制权就将交给别人，还是你愿意主动去学习，去承担风险，然后抓住这个能亲自定义自己未来的权利？这个选择就掌握在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手中。